Let's welcome Tom Cruise. You do entertain the audience a lot with your physical effect, and you do all the stunt almost by yourself. Is it tough? I mean, for this one, there's an aircraft scene. Yes. I can't believe that's real. That's real. That's real. You know, we shot that in zero G, and you know, I train for these things, and you prepare, and I just think the audience can tell when something is. It just feels it is more exciting for them, and I love that. I would just look. I'm very dedicated to what I do. I feel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do what I do, and I give it everything for the audience, and that's what I like to do. I don't do things halfway as a person. You know, it's like I'm very committed, and and I think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 In 3, 2,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影评哦。其实这部片已经是我心目中最好看的2022年的电影，并且也是我觉得有史以来阿汤哥最好看的电影。阿汤哥的电影其实都蛮不错的，几乎都有一定的品质跟票房保证。但是这部片为什么是我觉得方方面面在这近期，甚至是这2-3年以来，我觉得真的可以给出100分的电影呢？其实是最近大家应该看过很多不同的商业大片，尤其是超级英雄片，几乎都是以世代交替为铺陈，不仅可以满足老影迷对延续经典的期待，还可以来个老中青3代演员大集合，甚至还能顺理成章让这些既有的 IP 可以因为有新血加入来吸引年轻观众，又能够继续把 IP 发扬下去。但是会不会光大呢？这真的就要看编剧的功夫了哦。因为有的时候剧情套路已经没有创意到，即使在上映前再怎么保密到家，观众可能看完电影之后还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惊喜感。我相信近期有很多超级英雄片或者是续集商业大片，可能都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为止到现在，其实原本在《捍卫战士独行侠》出现之前，我最欣赏的电影是《马的多重宇宙》。它其实是一部算是小众的电影哦，但是整体的感觉跟整体的剧情安排，甚至摄影的方式，都让我觉得非常的跳痛，也因此有一种惊喜连连的感觉。但直到这部《捍卫战士独行侠》的出现之后，哇，我的心中排名又洗牌了。现在我心中的 No.1 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这部片。老实说，我原本听到《捍卫战士》要拍续集，真的非常担心哦，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过续集魔咒，也就是续集往往没有办法拍得比原作好。尤其是我对原作的好感跟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这么的崇高，我真的很怕续集毁了这份感觉哦。没想到《捍卫战士独行侠》能够把我刚刚讲的现代商业大片的公式，也就是1世代交替的剧情，2老中青演员集合，3知名 IP 延续，发挥的这么漂亮，淋漓尽致。好，接下来我会提到剧情，所以以下有雷。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话，建议你看过电影之后再来听我的影评哦。不过这部电影真的非常值得去看，非常值得进戏院看大荧幕，真的是荧幕越大会让你觉得越震撼哦。电影一开始是描述阿汤哥所担任的资深飞官，虽然战功彪炳，但拒绝升迁。如果其他人像他这样的资历，早就是个将军或者是参议员等级的人物了，但他依然还是一位战斗机驾驶员 （fighter pilot）， 担任试飞官，也就是测试新的军用机种的职务。那么这一天，他本来要测试的是最新战斗机，结果他被告知说，这整个试飞小组要被国防部裁撤掉，因为现在政府打算全力去发展无人机，而他为了证明驾驶员存在的必要跟价值，以及保住所有整个小组人员的饭碗，所以不顾军令，趁着将军还没来发布这项消息的时候，直接咻飞出去，要让这台新型的Dark Star 暗星号战机让它达到超越无人机的10马赫速度表现。
虽然他有达成挑战，不过却因为过度操控，导致这台最新战机坠毁。这上亿美金心血就这样瞬间烧掉了。想当然，军中并不会感谢他的拼命，只会气到想要叫他卷铺盖走人。还好这年轻时的战友，也就是同袍方基莫所饰演代号冰人的兄弟，他现在已经是个大将军了。他力保代号独行侠的阿汤哥，让他转调到训练 A 咖战斗机飞行员，同时也是他们毕业的母校 Top Gun 捍卫战士学校来担任教官。他的任务就是要领导一群精英中的精英飞行员出任务，而这个任务呢，是一个要摧毁敌人秘密铀工厂的高难度任务。不过，捍卫战士学校的指导将军其实非常不欣赏阿汤哥，他甚至直言说，要不是兵人力推你，阿汤哥根本就不在他的教官名单上。而阿汤哥认为出任务不仅要达成使命，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归来。不过将军则认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为国捐躯本来就是军人认知的使命。所以在训练过程中，阿汤哥一开始要求大家要在2分半钟内完成第一阶段任务，以避免跟敌军直接交战，一开始就领便当的风险。但是这将军却认为4分钟才是合理的时间，反正有备选部队可以随时递补任务。而阿汤哥为了证明他的战略才是可行，又比较有机会让大家都活着平安回来的，所以他不惜又再度违逆军令，直接先斩后奏的亲身示范，去证实他的策略的可行性。而他之所以如此执着，一定要全员平安归来，其实就是因为想弥补多年前的遗憾哦。那这个遗憾就要提到36年前的第一部《捍卫战士》电影。当时在第1集当中，阿汤哥的搭档 Goose 呆头鹅因为飞机的弹跳逃生功能出问题而丧命，留下妻小。阿汤哥不仅努力的想要代替 Goose 呆头鹅父亲的角色，默默守护他的儿子 Rooster 公鸡，他在这一次独行侠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总之呢，阿汤哥把 Rooster 训练成一名优秀的飞官，帮助他圆梦，甚至还在最后严峻的任务当中拯救了彼此。这续集中看起来好像在故意制造洒狗血的2代纠葛，但其实编剧的安排等于一次弥补了第1集当中4个人的内心遗憾。包括阿汤哥毕生献给他热爱的飞行工作而没有子嗣，那么独行侠一辈子因为 Goose 呆头鹅之死而自责，根本没有办法放下。还有公鸡年幼就失去父亲，但是他其实非常崇拜又向往父亲的职业，而他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梅格莱恩所饰演的这一位，则是非常担心他步上爸爸的后尘出意外。呆头鹅最喜欢跟独行侠一起飞行，不过当年他却没有办法顺利完成任务，而且还丧生了。那么这一集电影里面有一幕，当公鸡他遇到危急的时候，就问自己说，如果是爸爸会怎么做呢？这时候我们听到的是阿汤哥在教导他的声音说，做就对了，不要去想。那从电影的细节安排，你就可以看到这角色之间类似父子一般的情感。最后2个人还一起驾驶过去独行侠跟呆头鹅在第1集里面出任务所飞的 F-14战斗机，而且还刻意安排公鸡也遇到跟他爸爸一样的逃生舱问题，不过这一次得以平安解决，2个人都顺利返航，也弥补了过去阿汤哥救不了同袍的内心遗憾，能够让在天之灵的呆头鹅感到欣慰跟安息。这几乎每1分钟都是刻意安排，但是又自然流畅的细节。如果你是老影迷的话，一定会一路感动，而这感动真的是每1分钟哦。从电影的一开始，那泛黄的色调，经典的配乐跟过去电影一样的字幕，还有开场的航空母舰啊，阿汤哥的飞行夹克，骑重机追风，帅气的白色海军制服，以及第1集演员回归等等。真的，这电影总共有130分钟，就是满满130个彩蛋跟过去经典致敬，没有1分钟是多余的。甚至还有巧妙的圆了阿汤哥身为海军却不会航海的这个小缺憾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是这样子放好放满，诚意满满的向经典致敬。但是独行侠不只是一部影坛创举，因为大概不会有第2个剧组愿意为了拍一部片把男主角跟演员们真的全部送上青天去飞战斗机哦。
阿汤哥大家都知道是真的亲身飞行嘛，那么至于其他演员呢，他们也是真的有被送上青天，被飞上去拍摄哦，只是说他们是坐在这个 F-18 战斗机的后座来拍，否则这个剧情里面其实有很多飞行员面对重力狙的考验，那样子的脸部表情就是他们会扭曲啊，那其实并不是任何电脑动画或者是你演技所表现得出来的，那你真的是要飞到天空上面去才看得到那样子脸部肌肉的线条的变化。有很多真正的飞官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非常有感，都可以证实他们是真的亲自飞上青天去拍哦。而讲了这么多老影迷会有 feel 的点，那新影迷呢，我相信就算你没有看过36年前的第一集《捍卫战士》，你也不会这个对剧情无法理解哦。其实光是空战追逐的这些刺激桥段，所谓这空中的 dogfight， 从字面上看起来是狗打架，但其实它就是空战的专有术语。这部电影的摄影跟飞行场面也让观众见证了，就算没有 3D， 我也能够让你身临其境跟感受到翱翔天际的快感，跟这些山峰峡谷的浩瀚。好，接下来我就要来详细解析电影里面所使用到的战斗机，包括破解、飞行跟拍摄技巧。捍卫战士独行侠这部片为什么能够得到美军的庞大支援呢？就连首映会都动用到航空母舰，它绝对不只是电影公司花大钱而已，或者是阿汤哥神通广大人缘好，因为这部片其实就是一部美军秀肌肉的电影，里面所用到的战斗机都是真的。全球最大的军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跟臭鼬工厂就是这部电影的幕后顾问。那以下这些内容其实绝对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影评哦，也请大家给立喆按个赞鼓励我。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一定要按下订阅键。电影好选择现在已经升级为好选择 Plus， 接下来会带给大家更多的黑科技内容，让大家更了解立喆神秘的斜杠身份。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生活实用资讯，而且我们并没有会员制，辛苦制作影片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喜欢我们的朋友更多精彩的内容。这就是你的内容好选择 ，OK？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按下订阅键哦，要继续支持哦。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